他在殺害母親的同時獲得了快感，但因未成年僅獲得了3年牢獄。出獄後又殘忍侵犯並殺害了一對無辜姐妹，并且在法庭上大放厥詞：我活着就是为了杀人。在日本犯罪史上，山地优纪富是堪称極端凶惡的惡魔，其罪行的残忍与变態程度遠超大眾熟知的無械語，令整個日本社會陷入恐慌。山地優紀富1983年出生於日本山口縣一普通家庭，父親是酗酒成性的建築工人，脾氣暴躁且常年毆打母親。就因為這樣扭曲的家庭環境，早早催生了他的反社會人格。面對母親被毆打時的慘叫，非但沒有讓他心生憐憫，反而讓他感到莫名的興奮。他毫無同情心，經常無故打砸小動物。在學校遭受霸凌後，他攜帶菜刀追砍同學，同時又主動欺凌更弱小的學生，將暴力發洩在弱者身上。1995年，12歲的山地父親離世，當時父親因肝臟疾病大出血倒地，山地找到母親求助，母親卻冷漠地繼續工作，直至下班才撥打急救電話，最終父親因送醫不及時死亡。這件事讓山地對母親埋下深深怨恨，他認定是母親的拖延害死了父親，全然無視母親長期遭受家暴的苦楚。父親去世後，家庭經濟陷入困境，山地初二便輟學打工送報紙，將大部分收入交給母親。可母親的荒唐舉動徹底引爆了母子間的矛盾。母親為了尋找依靠，被假富商男友欺騙，私自借下500萬日元外債，還偷偷變賣家中積蓄償還貸款。最終母子倆因無力交房租被迫搬家。得知真相的山地與母親爆發激烈爭吵，而母親卻罵他是拖油瓶，稱自己的不幸皆因他而起。山地憤怒地離開，加班去和女友相助。同居後，山地發現女友頻繁接到騷擾電話，調查後竟發現騷擾者是自己的母親。母親坦言，因山地為女友離家毀掉自己的幸福，便故意報復。2000年7月29日，17歲的山地與母親理論時情緒失控，拿起棒球棒狠狠砸向母親頭部，連續重擊直至母親死亡。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殺戮過程中，山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性快感，甚至達到了性高潮。事後他冷靜自首，卻因未成年身份，僅被送入少年院管教3年。2004年，山地刑滿釋放，有前科的他找不到正經工作，只能加入小鋼珠賭博詐騙團夥。後因與團夥老大發生衝突，被毆打囚禁。逃脫後的山地想借警方之手鏟除團夥，便計劃縱火，引發報警。2005年11月15日晚，他潛入公寓樓配電室拉閘斷電，卻把樓層標識認錯，誤拉了4樓上元姐妹的電閘。姐姐上元明日香下樓查看時，撞見了鬼鬼祟祟的山地。山地隨意搪塞後逃離，卻擔心自己的長相被認出，害怕日後縱火會被揭發，便對姐妹倆萌生了殺意。11月17日凌晨，山地攜帶匕首重返公寓樓，蹲守等待落單的明日香。趁明日香掏鑰匙開門時，他用匕首抵住其脖子，將人推入屋內，毆打並侵犯了她，致其昏迷。10幾分鐘後，妹妹上元牽飛鹿回家，山地埋伏在門口，將其拉入屋內，猛刺胸口，同樣實施侵犯，致姐妹2人先後昏迷。隨後，山地殘忍地在2人胸口補刀，確保他們徹底死亡。作案後，山地清洗身體，拿走姐妹倆僅有的5000日元，隨後縱火企圖毀屍滅跡。消防員趕去現場撲滅火災後，竟發現了2名女子的遺體，身上布滿刀傷且有被侵犯的痕跡，立刻報警。警方通過現場指紋、目擊者描述的可疑男子特徵，於12月3日鎖定兇手山地優紀富，並在公園長椅上將其抓獲。被抓時，山地異常冷靜，對罪行供認不諱。當被問及作案動機時，他微笑着說：“只是想重溫當年殺人的興奮感。”警方這才發現，這並非他首次殺人，即在幾年前就曾殺害了自己的母親。2006年，山地被送上法庭，庭審中他毫無悔改之意，冷漠地說：“殺個人跟弄壞個東西沒什麼兩樣，我活着就是為了殺人。”法院為其做了4個月精神鑑定，結果顯示山地雖有人格缺陷，但作案時意識清晰，具備完全刑事責任能力，且屬於預謀犯罪。他的極端言論和殘忍罪行引發日本民眾極大憤怒，近23000人聯名上書請求判處其死刑。2006年12月13日，法院依法判處山地優紀富死刑，他對此無異議且不上訴，僅稱自己不該被生下來。2009年7月28日，26歲的山地被執行绞刑，結束了罪惡的一生。山地的一生是反社會人格極端發展的悲劇，童年家庭的暴力與冷漠放大了他天生的人格缺陷，而弑母後的輕判更是讓他徹底拋棄人性，淪為以殺戮為樂的惡魔。他只敢對弱者、女性、親人下手，面對強者卻只能隱忍逃竄，是徹頭徹尾的懦夫。他的案件也引發了日本社會對未成年人犯罪懲處、反社會人格成因與干預的深刻反思，成為日本犯罪史上無法抹去的黑暗一頁。